10种绝对不能买的预制菜，看似方便，实则全是猫腻。第一种外卖平台月销过万，你点的外卖真的是厨师现炒的吗？小心，预制菜正在席卷我们的餐桌。它看似方便快捷，解决了无数人的吃饭难题，但这便利的背后藏着多少你看不到的猫腻？本期世界探索站为你独家揭秘10种绝对要避雷的预制菜黑名单。它们看似美味，实则可能是高油、高盐、重添加剂的重灾区。第10名，各类手工丸子，滑类。火锅、麻辣烫里的明星，各种手打丸子和虾滑、鱼滑，你以为吃的是纯肉？太天真了！很多廉价的预制丸子和滑类，其主要成分可能是淀粉、大豆分离蛋白、食用胶和大量的水，真正的肉含量可能少得可怜。其 Q 弹的口感主要来自磷酸盐和各种胶体，鲜美的味道则来自味精、成为核苷酸等增味剂和人工香精。第9名，过于软嫩的肉类菜肴。你是否吃过那种完全没有肉的纤维感，一咬就断的炒肉片？这很可能就是嫩肉粉、磷酸盐或者各种保水剂的功劳。这些添加剂能破坏肉类的纤维结构，锁住大量水分，让不新鲜、品质差的肉也能变得软嫩。但代价是，你可能摄入了过量的钠和磷酸盐，加重肾脏负担，并影响钙吸收。第8名，勾芡过于浓稠的菜肴。现炒的勾芡用的是水淀粉，而预制菜为了让芡汁在冷冻、运输、复热后依然保持稳定不泄水，通常会使用各种改性淀粉、黄原胶、瓜尔胶等食品胶体。这些添加剂虽然合法，但它们本身几乎没有营养价值，还可能掩盖了食材本身的不新鲜。过于浓稠的芡汁也往往意味着高油、高盐、高糖，以便挂住味道。第7名，预制的佛跳墙或盆菜。这些菜肴工序繁复，食材名贵，但市面上很多平价的预制佛跳墙或盆菜礼盒就是猫腻的重灾区。为了降低成本，商家可能会用廉价食材冒充高档食材，比如用普通的贝类冒充鲍鱼，用肉质差的海参冒充好海参。其汤底也往往不是真材实料熬制，而是用浓缩高汤粉、增味剂和各种胶体调制而成。你买到的可能只是一个充满了廉价食材和添加剂的佛跳墙风味大杂烩。第6名，油炸类菜肴。首先，他们在工厂加工时使用的油品质量和是否反复使用已无从得知。其次，经过冷冻和2次复热，尤其是微波加热，它们会完全失去酥脆的口感，变得湿软、油腻，口感极差。更糟糕的是，这个过程会让食物吸附更多的油脂，并且可能产生更多有害物质。想吃香脆的油炸品，现炸是唯一的选择。第5名，大部分叶菜类。绿叶蔬菜在经过2次加热后，口感和色泽会变得极差，软烂发黄，令人毫无食欲。更重要的是，煮熟的绿叶蔬菜在长时间存放后，在细菌作用下会产生大量的亚硝酸盐，长期摄入有致癌风险。想吃青菜，点一份新鲜的沙拉，或者回家自己炒吧。第4名，非时令的新鲜蔬菜。一些反季节的新鲜蔬菜，比如在寒冷的冬天，你点到一份颜色依然翠绿欲滴的清炒时蔬。为了在运输和储存中保持蔬菜的色泽，预制菜工厂可能会在加工过程中使用了护色剂等添加剂。而且，反季节蔬菜的营养价值本身就不如时令蔬菜。第3名，重口味的水煮麻辣类菜肴。重口味爱好者的最爱水煮鱼、毛血旺、麻辣香锅等。这些菜肴的特点就是重油、重盐、重麻、重辣。这种强烈的调味是掩盖不新鲜或劣质食材的最佳伪装。在厚厚的红油和麻辣调料之下，你很难吃出里面的肉菜是否新鲜，来源是否可靠。而且，这些预制料理包的钠含量和脂肪含量通常都严重超标，是典型的不健康食品。第2名，糖醋和鱼香类菜肴。这些菜肴的灵魂在于其酸甜、咸鲜的复合味型。而在预制菜中，为了稳定这种复杂的味型并降低成本，厂商往往会使用巨量的白砂糖、廉价的醋精以及大量的增稠剂和风味增强剂。一份看似无害的糖醋里脊，其含糖量可能远超你的想象，堪比一杯甜饮料。长期食用是通往肥胖和代谢问题的快车道。第1名，各种盖饭的浇头。你最爱点的那些外卖，如咖喱鸡、红烧肉、鱼香肉丝、宫保鸡丁、梅菜扣肉、麻婆豆腐等，很可能根本就不是厨师做的。对于商家来说，使用料理包可以完全无需厨师，只需煮饭加复热浇头，极大简化操作流程，
几十秒就能出餐，极大提高了效率和翻台率。而且工厂大规模生产的料理包，其成本被压到极低。为了保质和调味，这些料理包通常是高油、高盐、高糖的典范。为了让肉质软烂、汤汁浓稠，焖肉粉、磷酸盐、改性淀粉、各种增味剂也几乎是标配。使用的肉类、蔬菜品质通常不会太高，而卖给你的却是餐厅一份现炒菜的价格。这些菜肴的共同点是味道浓郁、汤汁丰富。这种重口味能完美掩盖食材本身可能不够新鲜、肉质较差等问题。长期食用对健康的危害不言而喻。那么我们该如何辨别呢？记住3点：第一，出餐快得离谱的，小心；第二，不同店铺的同一道菜，味道却一模一样的，小心；第三，多点那些烹饪方式简单、无法被料理包替代的菜肴，比如一份现炒的青菜、简单的煎蛋、现煮的汤面等，这才是最聪明的选择。好了，今天介绍的这10种预制菜猫腻，哪一个最让你感到震惊？你是否也曾怀疑过自己点的外卖是料理包？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让你大开眼界，对你有实质性的帮助，请不要吝啬你的点赞，并分享给你身边爱点外卖的朋友们，帮他们也排排雷。感谢您的收看，下期也会给您带来更精彩的内容。